你好，你这个小手指受伤多长时间了？几个月吧。现在什么情况呢？可以动，但是就是不能伸直。可以让我们观众看一下吗？把你的手放到镜头这里。这个手指的关节，它可以看到，它伸直的情况下，最末端的关节是处于弯曲的状态。不是说它想弯的，你想故意弯成这样，其实是比较难的，因为手指的这个肌腱的结构就是这样的，它是分两个指尖关节，我们手指比较长嘛，所以手指和脚趾是非常容易受伤的，尤其像打球啊、弹琴啊，还有戳到这种，很容易就把这个手指的肌腱损伤了。它分成两种，一种就是像你这种情况，末端这里受伤之后它不能伸直，就好像一个锤子头一样，这个是锤子柄啊，这里是一个锤子头，所以它叫做锤状指。还有一种呢是这个近端的这个关节受伤之后呢，它就变成这个关节是曲的，然后末端这个关节反而曲不了了，变成伸直的状态，这个叫做纽扣畸形。它这个形状呢是像法式的纽扣的扣眼，所以叫做纽扣畸形。但现在好像用这种扣眼的也比较少了，但还是沿用这个名称。这是最常见的两个指尖关节的损伤。有非常多的人受到这个损伤之后没有得到及时治疗，或者是处理不当，最后就留下后遗症，就可能功能是有点受限的，有点畸形。及时治疗是非常重要的，如果严重的话还需要做手术。你这个当时是照片子有骨折吗？照完片子以后，他们说就是中间这块有一个裂痕，但是就是没有骨头没有就是碎掉。对，行，这个其实对你来说是一个不幸的消息当中的好消息。就是肌腱的损伤是分两种，一种就是纯肌腱的损伤，还有一种是骨性的损伤。就是只是软组织的肌腱损伤，它就是非常难恢复。然后如果是伴随骨折，就是它因为骨折有裂缝或者是有移位，然后带动的这个肌腱损伤，反而相对容易恢复一点，因为骨性的恢复比这种软组织恢复要快。这是好多人的观念是不一样的。好多人以为说我去急诊照个片子，哎，骨头没事就放心了，就大意了。其实好多的时候，像这种末端的或者其他地方软组织损伤，有的损伤是比骨折恢复的还要慢的。然后我们先讲一下它的处理原则。当然，如果是比较严重的这种肌腱损伤，现在一般都选择手术了。就是如果把肌腱缝合一下，它能够恢复得更好，留下后遗症的概率更小一点。但是很多时候往往就是比较轻的损伤，它就不太需要手术，保守治疗就好了。但是保守治疗就一定要遵循一个原则，就是前6到8周一定要严格执行24小时戴支具，1周7天不能停。一旦你出现了就是肌腱还没有长好，就出现弯曲、主动弯曲或被动弯曲的话，它脆弱的肌腱就可能又撕裂，你就要重新计算这个时间。有的人会拖很长时间都没有好，并不是说我照片子 X 光骨头已经长好了就没事了。我们看到你现在虽然几个月过去了，但还是不能伸直，说明它还是有一些损伤的。戴支具呢，就是分成刚才我们说的损伤的两种情况。如果是锤状指的话，就是要把末端这个关节给它固定上，用一个支具。现在都有现成的支具，非常方便，也不用打石膏，而且不太影响日常生活的。打上以后呢，近端的关节反而要留出空间，不能全都包上。你要让它固定的情况下，反而要让这个关节多动一动，防止出现这种肌腱的不可逆的这种功能损伤。如果是纽扣畸形的话，是要把这个近心端的这个关节固定上，末端的这个关节反而要让它动，而且要多动。这个是早期的固定的时候。如果是肌腱损伤，是需要固定8周的，最少。如果是有骨折的话，有可能6周就可以了。然后拆了之后，就是要看它的能不能伸直。如果放在平面上，它不能完全伸直，或者是伸直是受限的，就像你现在这样。刚才我们已经看了，就说明还没有完全恢复，就是需要治疗的。
但是时间已经长了，我建议你还是再继续带一带这个支具。现在带呢，就是可以同时做一些康复的训练。康复的训练分作几种，它最典型的一个就是4种握拳。第一个呢叫做钩状指，先要保证这个手腕是伸直的，然后钩状指就是把指弯起来，好像一个钩子一样，这是钩状指。第二个是平抬，就是把手指的指尖关节都伸直，然后让掌指关节是弯曲的，这是平抬。第三呢叫半拳，就是指尖刚刚接触这个掌心。最后一步呢就是拳握紧。这4步不断重复，每一步都是停3到5秒，1、2、3、4、5，然后平抬1、2、3、4、5，半拳1、2、3、4、5，全拳1、2、3、4、5，就这是一个固定的康复，就是第一个也是检查它的功能有没有受限。小指相对来说我们日常用的比较少，但如果是食指或中指的话，这种恢复是非常重要的。你现在还是坚持练一练比较好。你像我们小的时候，我上大概初中高中的时候，不懂的，没有这种医学常识啊。我一个同学就特别逗，他就说跟我们说，哎，我有特异功能，你们没有。然后就给我们看他这手指，当时他是无名指，说你看我这里伸直了，这里可以弯，你们能行吗？我们试试都不行啊。我说这是什么神通啊？这是练什么功练出来的吗？那后来学了医学之后才知道，他这是一个锤状指的畸形没有得到一个好的处理之后，变成就是这种曲的这种状态，并不是一个好的现象。而且你像如果你是喜欢弹琴啊，或做一些精细动作，有的时候还是受影响的。我们还是希望它的功能尽量恢复好一点。当然小指其实影响不是太大。我们今天就简单治一治，用中医的方法看看能不能帮助它消肿，让它的肌腱能够尽快恢复一下。先平躺在床上吧，脚鞋要脱一下。我先要检查一下，它这个除了屈之外，它还有一点点旋转。我们治的时候也是和上次的视频讲这个手腕是一样的，先要把上面的空间解出来，把手腕先松开。好多手指受伤的同时，手腕也会受伤，只是可能表现的没有手指那么明显。会疼吗？它这里就是正常旋转的时候摩擦音很多，关节间隙还是有变窄的。锤状指和纽扣畸形发生率非常高，我感觉每个人身边可能都碰到过这种损伤的人。前几天还有一位网友吧跟我咨询，也是他的孩子可能是打球意外把手戳到了，但是这个孩子他是练钢琴的，所以对手的功能要求非常高，说现在哎呀手受伤了以后够不到琴键了，问我怎么办，我说你赶紧过来看一下吧。结果他就是一直在纠结于这个保险能不能报销的问题，就咨询的时候可能3/5的时间都是在问这个保险的事情，2/5的时间是在问说这个病情到底怎么回事。我最后就是遵循这个中医6不治的原则嘛，你重财轻命。重财轻命不是说6不治中医不给你治，是你如果有这种心态的话，你的病就很难得到治愈。尤其是像这种锤状指还有纽扣畸形这种手指的小关节损伤，实际上本身也是不太容易恢复的，它是需要患者的主动配合。我给你治疗，别的病可能我能占50%，你占50%，但是这个治疗手的这个小关节治疗，尤其是刚受伤刚恢复的时候，需要患者你自己要注意给它固定好，不要乱动，不然的话就是我再怎么治疗它也是恢复不好的。
所以好多人就是觉得说急性期来了中医这里，或者到了急诊，加拿大急诊可能就是给你固定一下也没有给你做手术，也没有给你缝针，也没有给你开药，就觉得没有得到治疗感。实际上这种治疗就是需要患者去带上这个支具，然后你每天带好，24小时带好，这个是最主要的治疗，并不是说一定要让医生给你什么东西。如果这个关系没弄好的话，有的病就是没办法治好的。那有人就是问说，哎呀，我24小时带支具，那手不臭了吗？这个是可以清洗的，现在的支具也很发达，就是它一般是塑料做的，会很贴合，然后里面也是透气的。以前的话还是不太方便，现在方便很多了，而且是可以清理的。就是一般我们过去这种患者是建议每天清理一下，就是你要每天把这个支具拆开，然后把手放在这个桌面，让它是处于伸直的状态，拿湿毛巾擦一擦，擦干净，擦干净之后再拿干毛巾给它擦干，一定要保持干爽之后再重新套上这个支具，这样它就每天是很舒服的状态。其他的指关节也检查一下，给它松一松。重点就是治疗小指这里了。疼的话就告诉我。掌指关节这里就已经有一点点错位了，不光是指尖关节末端。人手的肌腱是很精密的，所以它损伤就是分浅肌腱和深肌腱，功能会不太一样。你这个看应该是损伤不是太严重，但是也要重视起来。小的关节呢就需要手法非常细腻，因为它可活动的空间非常的小。这也是我们之前培训一直建议先从脚踝开始学。你足踝如果能够操作的比较好，你才能够认识这个人体的结构，这样你去学其他部位的时候更容易上手。会疼吗？疼就跟我说。听到非常明显的弹响声，它的末端的这个指关节已经是有点偏歪了，可能跟之前的骨折、之前的这种损伤都是有一定关系。它力量不平衡之后，会把它往一侧去拉偏的。他也不用太担心啊，这种病的话，现在技术发达比较好了，就是你就算损伤再严重，现在也可以做显微外科。如果是很重要的食指、中指或者大拇指的话，都是可以考虑再做一次手术的。
一般保守治疗都是可以，效果不错。那最关键就是前6到8周一定是要固定好，如果没固定好的话，后期的恢复就是比较困难。我觉得你这个手指还是有活动空间的，应该是能够恢复的。然后给它在不同的体位下屈的状态、伸展的状态。如果是纽扣畸形的话，就是要让它的末端反而处于一种过伸的状态。它这个是垂状指，相对就没那么严重了。好多人治其实就是为了外观，就是希望美观一点，功能其实影响不是特别大。对手要求高的，比如要弹琴或者是弹吉他，这个就是需要好好治一治。很多垂状指它后期如果恢复不好，它的力量是变差的，就是它能伸，但是伸的力量不够，所以你去弹琴啊或者是弹吉他就是不够用，比较麻烦。包括有的人打字可能也是受影响。好多人以为就是治腰啊、治颈椎这些大关节的地方比较吃力，实际上越是小关节越是要花时间、要花精力。大关节反而是有一定自愈倾向，它代偿能力比较强，随便治治就能好。这个小指肚这就是肌肉有一点点萎缩了，到后期要自己练一练。加拿大这儿应该也有卖这种叫阻力橡胶或者叫阻力淤泥，就是一个粘土式的那种东西，阻力粘土就叫什么英语我不太清楚，就是跟那个玩游戏一样，你去捏它。还有之前我们说的练腕力的那个手套，它也是应该去练一练，就是练这个伸肌的力量。现在感觉，因为你自己最熟悉嘛，主要是看它伸展的这个力量，放在床面上，感觉一下，你给我们镜头看一看。我感觉是稍微直了一点。来，我们再继续，争取让它能够状态更好一些。
然后其实他们还整个手的这个肌腱往伸展位的方向去发展。好像是打篮球是特别容易把这块受伤，还有打排球啊这种球类运动。看起来是好一些了。就是因为要拍视频，我们就先简单讲这么多，感谢配合。后续我们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的治疗，以后我们有机会再分享。谢谢大家观赏，希望喜欢的话多点赞、订阅、转发，再见。